魏无羡的手臂离开了溪水，伤口已经泡得翻出了里面的肉，颜色变得极浅，上面的血迹也已经冲了个干净，身上的衣服也划破了好几处，变得脏乱不堪，脚上的鞋子也飞了一只，不知道跑到哪个角落里避难了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脸上尽是灰尘，上面还有几道血痕，他伸出颤抖的手替魏无羡擦去了一些小石粒，倒是灰尘越摸越脏，蓝忘机却浑不在意。他的嘴唇在魏无羡的脸上亲了一下，就站起身，直接把他抱在怀中。蓝忘机朝四周看了看，于是就向水流的方向走去。这边作为班长的蓝忘机居然也不在自己的帐篷里，而且帐篷门帘上的拉链一看就是被扯过的。老师看着空无一人的帐篷，虽然生气，但还是无话可说，毕竟蓝忘机的名声很好，家教更是没话说，班上少了一个同学，他一定很是自责，不把人找到他绝不放弃。可他打电话给蓝忘机却没有信号，这一下就是失联2人。作为老师自然也是着急，他急忙让其他学生坐车回学校，让其他老师帮忙看着，他自己跟着搜救队一起进入山林，寻找那2个人的踪迹。蓝忘机抱着魏无羡稳稳当当地走了近1个小时，除了空气变得更加潮湿阴冷之外，周围似乎变得更黑，耳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也是越来的清晰。蓝忘机抄着魏无羡膝盖的手，拿着手机照亮脚下的路，同时他也在注意附近是否有出口，所以他每走5分钟就会关一次手机，若是有亮光，他也能第一时间察觉。这时魏无羡闷哼一声，蓝忘机急忙停了下来，他看着怀里的人，紧皱着眉头，牙咬着嘴唇。蓝忘机急忙把人半放在地上，伸手解救他即将咬破的嘴唇，轻声问道：魏婴，你怎么样？疼死了。回答的时候，魏无羡并没有睁开眼睛，但他能够觉得有一只冰凉的手在他的眼角、脸颊、嘴唇上摸索，虽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但是他却觉得无比的安心。他不知道自己现在何处，只觉得自己靠在一个人的怀里，耳边还能听到咚咚的心跳声。魏无羡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，他留恋般的把自己往这人的怀里塞了塞，低声嘀咕：疼，好饿。蓝湛猝不及防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，蓝忘机先是一愣，随后他的神色变得无比温柔，他微微俯下身，近乎虔诚地在他干裂的嘴唇上留下一吻。魏婴，再坚持片刻。蓝忘机再一次把魏无羡抱了起来，他拿着手机往前走，终于在搜救队到来之前找到了出口。营地的山脚下有一处未开发完的洞窟，这个洞窟连着后面天然的石窟，2窟相通。本说这里不允许开挖，于是责令停工，几年下来也没有人填补，这才让蓝忘机和魏无羡从这里逃了出来。蓝忘机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叫老师和搜救队前来，并且在外待命的急救车也赶了过来。当老师来到山脚下的时候，蓝忘机已经抱着魏无羡上了急救车，往医院驶去。睡梦中，魏无羡的感觉不是很真切，他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是在半梦半醒的情况，记忆模糊一片，而他的特异功能居然在这种关键时刻失效了。魏无羡不由得有些懊恼，但他却什么都做不了。直到他感觉到有人抱着他的时候，魏无羡才觉得自己应该还活着。魏婴，再坚持片刻啊！这声音好熟悉，是谁？等魏无羡睁开双眼时，他已经躺在了救护车上。周边的设备虽然不像医院里的那么高大上，好在还比较实用。看着一袋袋药水通过针管输入自己的体内，魏无羡觉得非常庆幸能够逃过这一劫。但是在忙碌的记录他生命体征的人当中，魏无羡看到了同样是穿着白衣的人，但他和周围的人不一样。只见他坐在旁边，一脸担忧地牵着他没有挂水的手，脸上有着说不出的担忧和悲伤。蓝湛，这小古板不是喜欢天天板着脸吗？怎么是这副神色？魏无羡还有些好奇，再看看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变成了大花脸，不由奇怪，奇了，这小古板最喜爱干净，平时有一点点小纸屑都不放过，怎么现在变成这副模样？跟人打架了？哼，等我醒了，看看是谁敢这么欺负他。魏无羡坐在蓝忘机旁边，看着他牵着自己的手，大拇指还不断摸索着他的手背。魏无羡登时瞪大了双眼，这小古板不喜欢和别人触碰，怎么会抓着我的手？什么玩意儿？
是他脑子被门夹了，还是我眼睛坏了？再一看，魏无羡发现好像并不是蓝忘机牵着自己的手，而是自己不肯放开蓝忘机。眼看着蓝忘机想要拿纸巾给他擦汗，但是他只是动一下，躺在床上面的自己就死命地抓着蓝忘机，即便是指尖泛白，牵动了手臂上的伤都不肯放开。魏无羡一把捂住了自己的脸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蓝湛不是最讨厌我的吗？这个时候不应该是直接把我的手掰开，然后缩到角落里面生闷气吗？哦，可能是我是病患，不好用力，只能这么受着。魏无羡耷拉着脑袋，看着自己牵着蓝忘机的手下了车，推入了急救室，这才舍不得的放开了他的手，被一扇厚重的铁门挡在外面。蓝忘机并不知道魏无羡的意识一直粘在他的身上，他有些颓废的坐在外面的椅子上，神色有些迷茫。魏无羡也坐在他的旁边，看着他有些痛苦的神色，只以为他在自责没有看好自己，让自己走丢了，还弄得满身是伤。魏无羡也不是什么矫情的人，他坐在旁边拍了拍蓝忘机的肩头，道：嘿嘿，不怪你，我也没想到这营地里居然还有狗，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救出来。说到这里，魏无羡顿了顿，他抬起了搭在蓝忘机肩头上的手，轻声道：你若是真的那么讨厌我，我不会再去烦你，算是我对你的报答吧。急症室还在检查中，而等待中的一人一魂却默不作声。蓝忘机看着墙上久久不灭的红灯，而魏无羡却看着蓝忘机，一阵阵的失落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两人只能干巴巴地等着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四肢表面多见刮伤， X 线显示右腿胫骨骨裂，左臂肘关节脱位，胸片未见明显骨折迹象，但肺纹理增多，出诊为大叶性肺炎，现在他的体温为 39.2， 多注意休息保暖。医生放下了诊断报告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这些只是休养就好，只是他掉下来的时候撞到了头，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是神经，这个要等他醒过来之后再做判断。蓝忘机听到后面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他张开了有些干裂的嘴唇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沙哑。那有什么治疗办法？这个不太确定。第一种情况是他能看到一些东西，只是比较模糊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安排手术帮他恢复。第二种情况就是永久性损伤，是最坏的情况。蓝忘机放在身体两侧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，呼吸陡然上升了几个高度，眼中的血丝也悄然无声地爬满了整个眼睛。他问道：是不是永远都看不见？医生没有再说话，他默默地走出了单人病房。病房里除了蓝忘机自己急促的呼吸声，就只有魏无羡身边的仪器发出的机械声。